这是初步尸检报告，现在已经排除野生生物袭击的可能，确认是猎食者作案。确认了，是安全中心的人，棘手的是他的职位很高，个人信息目前属于保密状态，同时已经向上级提交调查审批。不过要等申请通过的话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这里正在办案，您不能进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您请。听说这里又发生了一起猎食者袭击事件，我顺路过来看看大家的工作情况。毕竟被害人是市政厅的官员，身份特殊，而且猎食者威胁城市治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市政厅一直给予高度重视。我倒是想问问这位稽查官，你们稽查局认为这个案件需要几天才能解决？我只是关心某个沉迷于案件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一趟。对于这个案子，我还有其他想了解的事情，能不能请你跟我过来单独谈谈？我们那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怎么是这个反应？我想知道什么，有很多种方式。那你可能也会被牵连，毕竟你是家属。被害人经常会去一家俱乐部，也许他会遇袭，并不是偶然。千里迢迢地给你送线索，你居然要和我避嫌？有的人就会和我装不熟。晚上回家吃饭吗？答应的话，我就配合你了。就同意了。好，听说最近新开了一家。你还没回家吗？天天为这个案子熬夜，很累了吧？工作这么投入，你是不是都不知道下雨了？带伞了吗？我有伞，和我一起走吧。哎呀，我看你也总是一个人回家，别推脱了。我知道你没有男朋友，其实我挺不错的，你只是不了解我，不如就趁现在这个机会。你看雨这么大，我送你方便多了。谁说他没伞了？不是说好了等我接你，怎么现在就出来了？外面雨大，淋感冒了我心疼。这位是你？
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您今天会来，我就是发挥一些同事之间的友爱精神。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以前不是跟你说过，遇到这种人，不要给他面子。发现下雨了，就想来抽查你有没有记得带伞。当然，答案显然是没有。况且，你人不是在稽查局，就是案发现场。我要是不主动一点，我们还见得上吗？这个时候才来讨好我，可没那么有用了。和你有关的事情，我就没有忘记过。现在，我们不用再淋雨了。近日，执政官出席关于加强猎食者监管、保护普通居民法案修订的听证会。在此次听证会会后，执政官拒绝回答任何记者提问，被多方质疑其改革决心。关于其一意孤行的传言愈演愈烈，不知道在多方压力下，执政官是否会有所回应。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姑娘，我可能确实是得罪了。想让她好好休息，特地带她回家，没想到费力不讨好。躲什么？那你每天都来我家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再有你不知道的事情。现在有什么进展吗？抓捕猎食者是稽查局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听说过？你听起来这么忙，最近是不是都没空了？我收到一份请柬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宴会？那可惜了。既然你不感兴趣，那我就只能自己去了。现在知道卖乖了。和你们稽查官比起来，我们的确多了几项补贴。如果你觉得不错，下个月就转岗，两袖清风。哦，要我提醒你吗？你今天穿的是裙子，没有袖子。自从我调走之后，就很久没有见过你了。没想到这次宴会你也会来。
我只是过来和您打个招呼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你也是。误会我们的关系？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非要讲清楚的话，是不是该从我们两个还在下城区流浪的时候说起？是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差点为了一颗坏掉的苹果打架吗？还是说，后来我把好不容易得到的果汁都分你一半？知道了，全凌空数你记性最好。除了酒，你想挑什么来尝尝都可以。我去和他们打个招呼。自己去玩吧，要是想调查什么，就小心一点。您是这一次宴会的客人吗？前面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区域，请不要再往里走了。嘘，先别出声。快找猎食者在哪里！没错，我就是这个俱乐部的老板，那个传说中的猎食者。你现在要逮捕我吗？我现在状态不稳定，你先别靠近我。本来以为会被你当场逮捕，原来稽查官也偏心。当年我们在下城区走散后，我被猎食者袭击了。本来以为要死了，没想到运气好活了下来，只是自己也变成了猎食者。刚成为猎食者的时候，我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狂化期。为了不伤害别人，我只能自己躲起来。有一天我遇到一群人，他们明明不是猎食者，却把我抓走了。我成为执政官后，也试图去调查当年那群人的下落，可结果却是不了了之。只不过当时他们带走我之后，在我身上植入了激活器。和你猜的差不多，它可以帮助猎食者快速解决狂化。但受狂化的影响，外界的事情在我记忆里太模糊，我也不知道激活器在哪里。
我只是大概记得，后来我和那些人打了一架，逃了出去。对，这家俱乐部是我创建的，起初只是为了有一个合理的身份，名声渐渐变大后，就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。想念过这里吗？我是舍不得那只鸟吗？我是舍不得有的小孩哭鼻子。我只知道当年某些人分不清真枪假枪，还妄图用一把玩具枪打劫我。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庆幸，当年没有被他们直接卖掉？自由对我来说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比不过回到和你在一起的时间。我们分开以后，我找过你。我觉得你比小时候高了很多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们就留在这里吧。我要去一个你们去不了的地方喽。离开你，我还能去哪里呢？你不记得了吗？你在这里送我项链的时候，我说过的。要送礼物，居然不提前告诉我。我们会在那里有一个家。我们会在那里有一个家。那就顺势失踪一阵好了，让针对我的人自乱阵脚。现在想再去塔顶看看吗？也许有好心人出现，又把它修复了。
不止你一个人忘不掉这里。这个房间还没有装修好，暂时不能参观。有时候，秘密只会成为心事，所以我现在的心事就是思考到底要怎么布置这个房间。作为交换，我带你看一个你肯定会很喜欢的地方。我看你在意的是我没有告诉你，我这里有你想要的枪。你看他的眼神好像在流口水。也许以前被你吓到，也是我装的呢。怎么可恶了？以前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多好。把我弄醒，自己装睡。小鸟才没这么淘气。好不容易把你养的电子小鸟送走了，现在每天早上变成你亲自叫我起床。突然有点想念你的电子小鸟了，至少它可以被关掉。会吧？你冷吗？就算他们暂时分开，在相见的那天，也会选择回到彼此身边的。不管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，都会一直同行。毕竟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只鸟，对你而言，和其他的小鸟都不一样。它特别到，只会是你唯一的选择。
我可能要回去了。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。放心好了，你是我在稽查局唯一的人，还不是怕我不在，你又遇到下一个不懂事的男同事。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在俱乐部投放喷雾的人，是想要扳倒我的人，他们会用尽所有办法去得到权力。我们就像现在这样一直生活下去，是你想要的吗？和他们的这盘棋已经快要下完了。是。稽查局怎么这么忙？每天下班也太晚了。又在吃夜宵，他好像很喜欢这家店。他还在找我吗？是不是因为他周围已经有太多人，所以忘记我了？今天我回来瞭望他。喂，怎么突然过来？先进来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那个房间是一个秘密。我说过，秘密只会给人带来心事。你不是都看到了？那里面不仅有那些监控，还有锁链。我已经是一个猎食者了。当时的我，可能连尽量不去伤害你都没办法做到。这座城市没有猎食者的容身之所，这点你和我都很清楚。
想重新出现在你面前，回到你的身边，我就必须拿到一个不容置疑的身份。计划快要结束了，但接下来会有很多人盯上我，我不想牵连你，所以我要消失一段时间了。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我只想问你，你会离开我吗？最重要，我会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既然猜到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还要来？你是最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的人。我没有办法给你所有的解释。既然选择了走进这个房间，再想离开就不是你说了算。再这样，你别后悔。我说过，离我远一点。还不快走！我说过，离我远一点。到底想做什么？设备已启动，即将对目标开启全身扫描。
在试探什么？当我是你的玩具吗？是你先靠近我的，是你自投罗网。前面的路那么危险，不如我们一起沉沦。我在，我想和你好好道别。怕你以后又怪我没有告诉你。我可能会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狂化状态。等我恢复，我就会来找你。这样会伤害你。再睡一会儿，醒来之后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只要你在，我就还会回来。